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1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美股消息面承压，楔形破位，如期调整。在上期视频，阿哲说的做空点出现后，结合消息面的利空，市场给到了空头利润。周五特斯拉扛跌，30分钟需要制定新的策略。苹果做空成功，继续看空。英伟达压力位假突破，美股可能已经进入市浪回调阶段。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1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浪形和日内的支撑和压力点位来讲解这一个部分。在阿哲平时的行情视频当中，都会给到有关下一个交易日关键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不只是指数，还有以下的个股。在讲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会讲到个股解析，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AMD 等以上个股标的。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的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解析偏多，所以一般视频的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或者说时间不太充裕，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旁边的播放按钮，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时间轴。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之后，您就可以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始本期视频的正式内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市场出现了一个负阴线。所谓的负阴线，就是昨天为阳线，而今天为阴线。阳线呢没有要求，但阴线只要是冲高回落，收盘价把阳线的实体一半都给覆盖掉，甚至呢全吃掉。这又是一个负阴线组合。这种负阴线产生之后，市场容易出现调整。像前期这里出现了负阴线，价格后续2个交易日是下跌的。这里出现负阴线后2个交易日也是调整的。除了这一个负阴线后价格是上涨的，其他的负阴线包括最新所产生的负阴线，是不是后2个交易日都是调整的？所以在上一次出现负阴线时，我们说不管如何它都可以作为多头的减仓点，以及空方可以去做空的点。所以通过负阴线的图表分析，我们虽然不知道黑天鹅发生的可能性，但至少能够让你出现减仓的行为，能够躲避本次的黑天鹅，或者说尽可能减少你的亏损，甚至防守做空得到些许的利润。那么以上是对于 K 线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接下来从一个大环境上，阿哲要讲一下浪形。在近期的观点中，阿哲呢是有讲到最近的这种震荡的上行，它处于一个楔形的环境，而目前经过了这种黑天鹅的事件后，你会发现它已经跌破了楔形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它的下沿。那么跌破了楔形方向则选择向下，而同时也代表着之前所说的3浪5，那么这里也应该已经结束，5浪高点已经成立。那么现在大概率要进入到日线级别它的一个本级别上调整。我们曾经有讲过2个方向，如果消息面向好，市场有强势上涨击破楔形，那么说明5浪高点不在这里。而反之呢，就是消息面不佳或股价正常运行，那么说明正常的情况下，上升楔形方向往往是要选择向下的，这是一个风险的信号。所以目前的行情方向基本上呢，就是第3小节当中所讲到的一个方面了。消息面不佳，而后市场出现了向下的破位，方向选择向下，5浪高点成立，市场进入市浪回调。那么如果这里是一个浪形当中的市浪回调，那么我们最为乐观的，或者说相对正常的回调的区间，它应该是这2个空间18599.69和18472.7，这个空间作为日常市浪回调的正常回踩的过程。它如果能够在这之上提前止跌再创新高，那么就说明后续的5浪将会很是强劲，左侧新高将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一轮调整如果是打破了我们所给到的正常的回调的区间，那么这一波4浪呢就走得较深一些，后面的5浪就会较弱一些，甚至呢无法去新高。所以通过4浪的一个回调的力度，你可以去一定程度上去判断这里是不是真的还有5浪的上涨，以及它是否后续还是4浪回调。
所以对于浪形的跟踪呢，我们不是说一开始你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画的浪形就是对的，可能在这里呢，你认为股价是在 A 浪的上涨 B 浪的一回调 C 浪的上涨，但是它再次延伸之后，你可能就要打消你之前的画法了。那么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么阿哲目前所画的这个5浪的上涨，目前是4浪回调，它真的是对的吗？不一定。如果4浪的回调特别的深，甚至呢打到了前方1浪的高点之下，那么这里它就有可能不是一个4浪回调，而是更为严重的，可能要走一个大的震荡或大的一个收敛。那么在后续的行情走势当中，阿哲会继续去跟踪。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也不要忘记订阅，后续呢我们也会去讲到这方面。阿哲会在后续的行情走势当中呢，不断的去看一下这个浪形是否要修正，目前所画的浪形它是否真的贴合当前的股价的运动和未来的走势。那么如果你明白这里是有可能产生4浪回调，而且空间也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虽然不大，那么在这一个运动当中，在出现某个支撑有强力的价格反应之前，是不是不要再随便去做多，随便去抄底了？这也是目前阿哲的一个观点，在价格下跌过程当中，4浪回调当中没有明显的支撑有效之前，不要随便的再把你卖出的多单重新的买回来，抄底目前还为时尚早，继续等待真正的止跌阳线的产生。如果以上对于指数的分析观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点赞支持。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照常的支持。而如果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学有所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已订阅的粉丝同学。那么未来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顺手点上，那么阿哲所发布的所有的视频，以后第一时间所上架的新视频、新的直播观点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所以如果还未点击订阅，那么新同学记得点订阅，订阅阿哲频道。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点，关于日内的撑压。下周一在日内我们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这也是阿哲呢自主研发的一个指标，叫红绿灯。通过红绿灯我们可以明白很多时候指数和个股它们的一个机会和风险。我们来到这一个图表，目前你所看到的就是阿哲平时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是一个盘前解析短信。只要您是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至少1个月内，您可以免费收到阿哲这一条盘前的解析短信。这里面呢，阿哲会讲到一些观点，而这个观点除了指数的观点，还有一些个股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以及英伟达他们日内点位的支撑和压力，对于短线交易的同学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那怎么去使用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右侧的一个图表，在右侧的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而它的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还有一些绿灯的显示，它们是怎么出来的？它其实根据的是阿哲盘前的支撑和压力位去给到的。如果今天阿哲盘前给到的那一个支撑位被收盘跌破了，就会显示为红灯，而这个红灯就说明空方比较强势，因为支撑破位。而假如它是绿灯呢，就说明当天给到的盘前的一个压力位被收盘给突破了，那么这里说明多方走强，市场有机会形成短线的上涨。只要后续它在绿灯之后保持绿灯，保持每天的压力都能突破，那么就保持强势。只要它不是在后续出现红灯，我们无灯和绿灯都属于后续的短线看涨。而当出现了红灯，支撑位开始被跌破了，说明多方有所走弱了，那么这种位置就说明可能要调整，直到再一次产生绿灯，我们才认为市场重新回归上涨，而再产生红灯，我们认为空方又再次反扑。所以在市场的一个交易当中，红绿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如果出现了红灯再转为绿灯，而且是2天之内完成，就可以算是短线看涨信号。红灯转为绿灯就是短线的看涨信号，红灯转为绿灯，短线看涨信号。反之，像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如果是绿灯转为红灯，那么就是一个短线的看空信号。
这个红绿灯呢，是阿哲从上一年的10月份到现在每一期视频都会去分享和进行计算的，也是从上一年10月份开始，阿哲的每一期盘前的短信当中都会在盘前给到的支撑和压力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下周一，在下周一的行情中，我们要关注周一的支撑和压力位，分别高点的压力是 19,499.35， 这一个压力位如果收盘价突破了，就说明下一个交易日为绿灯，那么就会构成红灯转绿灯，则再次形成买点。如果您真的想要去把握下跌黑天鹅之后的反弹抄底机会，那么等一个红灯转绿灯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虽然不一定是市场低点，但至少将会是下跌时的一个反弹点。那么在下跌时如果没有出现绿灯，而是保持无灯，股价收盘在高点和低点之间，或者说股价收盘在预测的支撑之下，那么就说明是无灯或者说红灯状态，股价就还是保持空方强势，还处于回调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在6月13号我们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有讲到一句话，在指数转为绿灯之前不轻易去抄底。所以股价呢，昨天感觉盘中呢还有低开高走的样式，但是整体呢是没有去突破这一个压力位的，所以股价呢后续再次的回落，没有出现绿灯，任何盘中的上涨在未达成绿灯的收盘之前，不要随便的去抄底，有可能是下跌时的诱多迹象。所以如果您是较为保守并且不太善于日内交易的，您可以按照红绿灯在日线上去观察机会。当然了，它下周一不一定会产生我们所想要的绿灯 K 线，那么在未来可能某一天会产生绿灯，我们就要去密切的关注是否有机会的产生。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一下各位，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可能您还领不到这个盘前解析，那么阿哲要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的方法是什么。首先您必须要点击订阅，成为已订阅的粉丝观众，而后呢您打开一下底下的评论区，那么有一条置顶评论在其中，您会看到那是阿哲所发送的，在置顶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那一个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后您需要给助教老师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字，它是算一个盘前的信息领取口令，助教老师在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您是刚订阅的同学，而且您需要每天的美股盘前短信，他就会告诉您如何去领取了。不过大家这里要注意了，如果您是订阅的粉丝同学，那么盘前短信只是阿哲给到大家的其中一重福利，这一个盘前解析只是为了弥补阿哲每天不是都更新视频的一个遗憾，因为阿哲呢一般是在周2和周4和周6去更新一个视频，阿哲所更新的视频呢都比较长，所以很难做到每天都更新，平时呢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所以用盘前解析呢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下没有更新视频的一些时间。而假如您不只是想要一个盘前的观点，您还需要更多的交易的技术和技术分析的知识点学习，那么盘前解析只是一个相对粗浅的部分。阿哲也更加建议，只要您是真的热爱学习，真的想要技术分析上有所进步，那么同时第1重和第3重的福利会更适合您。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只是订阅福利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后呢阿哲还有每周每月都安排内部直播课程，是不公开对外的，只针对订阅观众所教学的。只要您是订阅观众，至少您可以免费学习半个月以上。而后阿哲还专门准备有粉丝的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呢是专门针对技术分析可能有一些知识有疑惑，那么阿哲呢和助教老师看到会答疑解惑。不过这个学习小组不是说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加入，您除了是订阅粉丝同学之外，阿哲还需要确认您是否真的有学习的需要，或者说您是否真的热爱技术分析。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是否是这种同学，我们是否为同道中人？很简单，您只要能够在内部的学习当中听1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而后完成1次我们课中老师所布置的课后作业，您完成过1次作业后，那么助教老师批改合格，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的学习小组，希望对您这3重福利都有所帮助，您都能够领取得到，只需要通过一点点小小的测试即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本周和下周的一些课程安排。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个股出现了一个重构，很多多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反向，
市场的整体格局有所改变，大家再次的不太确定后市一个方向。所以接下来的2周我们会有2个主题班课，一个是多空重构下的龙头出世，在市场混乱时往往会有某些个股突出重围，那么这种个股需要我们在接下来去关注。而当市场重新明朗之后，这一类个股往往会带动市场真正的机会。所以在本周和下周我们会进行这2个主题的一个研究和探讨。从6月17号开始到6月27号结束，这一个课程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就可以免费参与。在找到助教之后，您除了发送盘钱给助教，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给他一个报名的字样，那么这个口令他后续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开课之前就会把内部的听课链接发送给您，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了。希望以上的课程也能够在技术分析的学习当中给您提供一些助力。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前面呢我们对于指数的环境有了一些明白，当下的市场在下一根绿灯出现之前，尽可能不要投入太多多头的仓位，前期高抛的同学目前观望为佳，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参与一些空方的机会。当然如果您说下周再开空，那么其实相对偏晚了一点，因为阿哲呢在上期视频在这根阴线产生时就讲到了一些空方机会，而已经产生利润。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有所空方利润的情况下再去抉择，究竟下周是利润的获利兑现，还是继续的加空单，亦或者有些个股能不能够有多方的机会，这是我们接下来个股解析当中要有所探讨的。现在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它在170天的 MA 上日线有所支撑，是不是曾经跌破170天 MA， 但是呢没有跌破有效，因为跌破有效的判定它得要看2根 K 线，当股价收盘价跌破170 MA， 但是它没有有效跌破2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就还意味着170天 MA 还有效，所以股价反弹之后目前在170天 MA 附近有支撑而还没有跌破。所以当下呢为什么用灰色块来表示特斯拉，虽然之前我们说看空了，但走到这一步多空之间都有了一些交易的机会。具体呢我们看到30分钟级别，30分钟当前的特斯拉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170天 MA 以及在往下走，而且走了很长时间，它就说明目前的特斯拉30分钟处于熊市的行列。你会发现它开始突破170已经站不稳，而很容易跌破170，跌破之后就加速，所以从这里开始170被有效跌破，通过2根 K 线的看待也可以发现，这里跌破第1根，这里跌破第2根，第2根之后呢股价就反弹了。当这里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之后，它反而产生了压力，这就是一些空方的机会，在30分钟提前可以去发现。那么目前有一个问题，170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说可以有做空点，是上期视频的点位，因为170出现了压力，现在下跌反弹又到了170，还是没能突破，它是不是突破了第1根，突破了第2根，然后就跌落了？所以170目前依旧是向下的压力，那么只要是向下的压力碰到170就属于做空点，所以当时这里重新跌落，我们在盘中30分钟属于做空的信号，这是对于空方来讲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多头来讲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前期这种低位超跌反弹之后，市场的一个回调的力度整体是比很多个股是弱的，很多个股昨天它并没能够撑得住，跟随指数下跌，甚至跌得更厉害，像苹果等个股，但特斯拉呢相对还比较抗跌，相对比较硬，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资金还是有所青睐特斯拉的。那么在当前的图表当中属于空方的机会，对于多头来讲，如果你想要去找机会的话，最好等一个信号，就是收盘价能够把左边之前这一个高点阴线给收过去，30分钟过去就行，30分钟产生强力的突破，而后以170天均线作为止损，而往上去看价格的反转，这对于多方来讲是一个方向选择。一旦这里能够再创左侧新高，说明这里有可能还要走一个小级别的5浪的上行，至少能够看一个短线的冲高，
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而这种走势也意味着它会打掉空方的止损，因为像昨天这个地方你做空之后，你的止损肯定就放在170附近了。如果下周直接拉起来把170击碎，那么不管是有效无效，你是不是得要先跑？那么短线空单承受略微的亏损即可。而多头来讲，只要它把这个左侧的高点给打破，有效打破，那么我们以170为支撑，可以往上呢去看反弹的延续。这是对于多头来讲，你要做多特斯拉，你首先要看到的一个30分钟的信号，否则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信号，空方就依旧有优势，依旧还是继续产生利润，依旧呢持有你的空单即可。这是对于特斯拉空间上的一个说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你会看到红绿灯目前是属于红灯，而最新的这根阳线感觉很强势，但是还未达到绿灯的一个要求，所以当前呢还是红灯后的调整的一个时刻，所以空方呢依旧还是占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如何能够达成绿灯呢？看到下周的一个点位，下周的预测高点是338.995，而预测的低点呢是319.30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特斯拉在下周能够周一收盘过了预测高点，就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日线上也能够看涨，那么在30分钟也肯定有达到看涨的条件，所以这个绿灯呢能够产生，对于反弹来讲会更好，说明力度确实走强。而假如还是在无灯亦或者是红灯的状态，那么就依旧日线级别还是空头占优。我们再看到下方的 BBD， 它在这个地方的盘整其实是对于前期这根关键 K 线的一个试探。前期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流出后的流进 K 线？流进 K 线为关键的区间，日线上的重要支撑，当下在触底的长阳顶上在盘整。对于多头来讲，30分钟没有优势，但是日线上还是占优的，所以特斯拉才显得比较扛跌。整体来讲，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N 日型的走势？只是对于突破还并不是很有效。左侧呢两个高点有点临近，所以短线不是很看好。但是从日线的结构来说还算 OK 的，有机会继续的延续的，只是绿灯的产生会更加明确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完全确认这里的多头的强度。如果还保持红灯和无灯状态，多头强度则不太容易构成启动，那么就还容易震荡，甚至呢在跌破前方这根阳线的高点之后呢就会走弱，而在这根日线的阳线高点之上时还可以有多头机会。这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资金和动能上去看待的交易的这一点。小级别30分钟空方有优势，但日线上空方还没有影响到这一个结构。以上是特斯拉的讲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在英伟达的空间上依旧还是 143.95， 这个价格我们讲了好久，到目前依旧没有有效的突破。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一根比较不错的阳线，由它去引导了指数的上行，但是在第二天因为黑天鹅的影响，所以市场重新的跌落。但是不管如何，在图表上它就是没有有效的突破 143.95， 那么价格对于某个压力位迟迟无法去突破，频繁的无法去突破，这其实就说明这个压力还是蛮强的。所以在突破这个压力之前呢，一旦您想要去看空英伟达也是有所依据，价格的下跌空间也还是有的。可以看到 135.01 前期突破之后呢，目前没有回踩，而对于下个空间又有压力过不去的情况下，容易再次的回落蓄势。甚至呢，你说我在这里开空单合理吗？不说后面涨跌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你所离的一个止损位也就那么几美金 143.95 而已，而你所向下看的空间还是 OK 的，可以看到 135.01。 我们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上，从英伟达的图表中可以看到红绿灯的表现是一个卖出信号，是不是前期这里有一个绿灯转为红灯？绿灯转红灯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最为简单的卖出信号，跟前面的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为买进信号是有所相同。
而从底下的资金来看，目前的英伟达是不太强力的，因为它的资金整体是上穿下穿，频繁的在零轴附近往复，说明做多和做空的资金都不太给力。但最近呢有点不一样，最近连续4天都是资金流出，而且这个资金呢在往下在变大。在周五的时候是10日新，但是底下的资金呢是大幅的一个流出，明显的放大了这个红柱。那么我们就关注了它这里，因为顶上有压力，而底下离的空间又比较远，那么 K 线上出现做空或者说卖出的一个提醒。那么这里持有英伟达的同学，在创新高之前，打破压力之前，就不要随便的去再买入多单。这里的价格它的性价比不高，还不如看一下它是否真的能给你低买的机会。那对于做空的同学，您就可以看一下上方是一个小的止损，而下方可以看到1-2倍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地方做空反而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下周会不会周一转成绿灯呢？因为在出现了绿灯转红灯之后的卖点做空点之后，只要它不再转为绿灯，只要它还保持红灯和无灯，就说明依旧可以往下去看。我们看到周一的价格，周一的高点预测是142.775，低点的支撑是140.0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是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我们所看的是半导体指数的空间图表。上期视频呢，阿哲讲过，虽然170目前的半导体指数是有效的突破了，但这个突破因为顶上的空间离得比较近，它最后是来到了1.5倍空间，受到了压力，而后回落，跌破1倍的空间支撑。那么就说明这一个上行后，它要往下去回踩，回踩哪里？回踩前方突破的2号 K 线。那么2号 K 线的区间这里，如果后续产生明确的支撑止跌，你想要去做多半导体指数的，可以在这里选择，这是空间上你可以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空间。而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所看到就是动能和资金 K 线，你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一点，我们说这里它是一个支撑位，那么这个支撑价格是6月4号的那根 K 线，而刚好底下的 BBD 它其实有个共振的地方，就是它离这个零轴偏近。就假如下周它真的能够继续往下调的话，那是不是跌了一根 K 线，它基本就下穿了，而下穿 K 线则为低点变盘。也就是说，下周一只要半导体指数是下跌的，或者说只要是还在调整的，它就容易导致 BBD 的资金上出现下穿的低点变盘提醒，而后它如果也同时来到了这个支撑位上，就会达成空间和资金上的一个共振。那么这种位置一旦有止跌阳线出现，反包阳线出现，就是一种做多的点位。而因为它对170是有效突破，并且离170的乖离还不是很大，所以这里呢不算是做空者比较好的选择。我们不在半导体指数上去找做空的机会，除非它后续跌破这一根 K 线，把170重新跌穿，象征的对于前方170还是非有效突破，这个时候才去看它有没有空方的机会。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个股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有比较多的个股，所以阿哲呢很难一只都像特斯拉那样详细的讲解，我们更多的会简单的去播报他们的短线机会和风险。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现在我们看到是博通的一个图表，在博通的图表上，它前期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后反弹。我们在前期的2期视频有讲过博通的低点变盘，用的也是 PVD 的下穿 K 线，下穿的这一天为低点的可能，特别处于上涨回调的，这里就容易是一个反弹或者说反转的点。它的低点是不是有支撑？高点也被突破，所以走了一波短线的上攻，而后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出现了股价的下跌。这根 K 线如果是老同学，你应该知道它叫做防守阴线。防守阴线是今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阳线的最低价还低。那么出现这种 K 线，特别这种 K 线还是小 K 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一种做多的点。这个做多的点就是，如果股价后续能够收阳，把防守阴的高点给吃掉，就说明博通这里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的看涨，也是再一次的买入点。第一次的反弹受到前方缺口的压力，精准的去受阻而后回落，所以当时这一波的上涨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去找高抛点，而现在出现了红灯，目前这里
不能做多博通，但你说做空吧，你也不一定找它，因为有更加好的方向，或者说更加好的标的可能比它更适合，更多关注能不能够防守阴后的仿包买入。周一的预测高点是 251.35， 预测的低点是 245.7。 如果在下一根 K 线出现绿灯 K 线突破了预测高点，那么周一也能构成买点，因为突破的时候也意味着接近于防守阴的买点了。但假如它依旧处于无灯和红灯状态，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去抄底博通，还要再等等。我们看到 BBD 上连续的流出，除了前期的下穿这个低点还有效之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连续的流出后的流进 K 线？我们可以越往上走，把止损位或者说把防守位看空的点位抬高。现在呢，不一定要用前方的这个低点作为支撑，你也可以把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这根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股价如果继续下跌，出现红灯跌破这根阳线的低点，那么作为做空者，你如果要选，也可以选这种价位。而这根红灯不太作为做空者的首次进场点，它不是很明确的看空。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的下跌力度有点强，前方呢是一个补涨，很多个股呢在走回调时它走了一个补涨，所以它不能因为这个补涨你就盲目的去追涨，所以阿哲的一个多头机会很多时候都没有在阿斯麦上去讲，它呢还算是弱势股的。那么目前价格的一个回落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前期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转绿灯为买点，而后一路的上涨，一路的无灯和绿灯，现在出现首个红灯，而且下跌力度比较强，所以这根 K 线呢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多头你要去减仓止盈了。当然了，根据指数的环境，我们说其实更早之前你也可以提前跑，因为指数也有风险嘛。现在它刚出现了风险，刚出现大跌，这个时候跑呢有点晚，但是你不能说晚所以就不走了。我们看到关键的 K 线是这根 K 线，这根 K 线是之前的上穿 K 线，上穿 K 线被突破了3天，但是还是没能够有效突破，重新跌回来。我们依旧认为高点变盘还是有效的，这个压力依旧存在。往下跌时看到这根 K 线，它的低点，它的上沿有压力，它的下沿同样的有支撑，所以价格跌到这个附近呢，我们可以看出它这里离支撑位是离得比较近的。那么价格走势这里如果能够有止跌，我们则继续的看它在此处的震荡。如果它在下根 K 线很快速直接的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就确认高点变盘成立，而后股价将往170重新的回归。所以阿斯麦它要关注下一个交易日，下个交易日如果能够在这根阳线里面收出止跌的阳线，比如说10日线、长下影线，或者说低开高走的阳线，就说明它更容易在这里是震荡。为什么是下一个交易日？因为底下的 K 线它临近下穿，你会发现的是在这一天的大跌之下已经很靠近零轴了，只要下周再震荡一下它就下穿了。那么如果震荡的时候又同时碰到了阿斯麦的前方阳线的低点，那是不是又构成了资金和空间上的共振，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半导体指数有点相似。那么这里再产生买点，就容易出现由震荡下沿到震荡上沿的一个动作。我们接下来看到下周周一的价格预测的高点是 766.965， 预测的低点是 753.90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周周一如果直接有绿灯，那其实也构成博弈短线反弹的一个交易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苹果，苹果呢也是最近我们多次说出能够做空的标的，从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负阴线，而后它又是一个绿灯转红灯，所以这种信号呢为一个卖点或者说做空点，像前期这里为红灯转绿灯为一个买点，但是它这里又转成了红灯，所以这个买点的一个空间呢不是很大，略微的小小的盈利。当这一次的绿灯转为红灯，你会发现空方的利润还是蛮 OK 的。这里是一个负线，反弹一天没绿灯，再次下跌有红灯，反弹一天没绿灯，所以反弹时如果不构成绿灯，那么说明这个力度呢相对一般，那么在下跌的一个行情当中就不要随便的去抄底。我们看一下下周周一会不会产生绿灯。下周周一的预测点位，低点是 198.41， 高点是 193.74， 关注这两个价格。
这里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底下的下穿 K 线。下穿 K 线正常来讲应该是低点变盘，但是这一天后没有止跌，继续的下跌破位，所以这里呢为一个支撑，但支撑被跌破了，所以空方目前优势还是蛮大的。理论上来讲，这个低点支撑目前没有被有效跌破，只是首次的略微跌破。那么接下来呢，你要看一下，如果它能够有反弹，甚至反弹力度能构成绿灯，把这一根10日线给吃掉，那么我们的苹果走到这里，空单要开始获利兑现，因为它说明低点变盘可能有效。但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之前，我们依旧以做空看空苹果为主。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价格走势相对来讲是比较特别的。它特别在哪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红绿灯的卖点和买点，它出现了一个绿灯、红灯、绿灯的震荡。在上期视频中我们有讲过，它是一个变盘信号，变盘信号的下一根 K 线为方向选择，是不是上期我们就原话就是讲到这一天是下跌的，所以 Meta 变盘向下的概率就极大。那么目前的股价走势虽然没有红灯，但是它依旧是方向变盘向下，只要没有再出现一个绿灯，这个变盘的方向呢就依旧往下去看。而如果有红灯产生，是不是说明这个下跌力度在变强？我们看一下底下的下穿 K 线是哪一根，就是最新的6月13号的这一天。那么这一天是下穿，就说明这一天有机会是一个低点变盘。大家注意，只是有机会，不是100%，不是一定。像前期这里，它这一天是下穿价格后面没有跌破，那股价是不是没有有效跌破突破就看涨，是一个低点的变盘？那么现在价格又是上涨回调，好，这里呢又下穿了，它会不会是低点变盘？得要它有支撑才行。所以如果股价你要做空 Meta， 或者说再次的加空单 Meta， 前面这里变盘看跌的时候你看空了，做空了，这里如果你想要再加仓，它得要去跌破这根 K 线，跌破就意味着变盘不是向上，它不是低点变盘，它是延续下跌。另外的，如果你要去做多也简单，这根 K 线的高点突破，一旦突破就说明变盘向上，重新看涨 Meta。 只要你能够找到关键的变盘 K 线，那么以此作为交易就可以了，以此作为你的防守。对于空方来讲，这个地方的低点如果有支撑，开始要减仓，开始要有所止盈，等到它突破的时候，你的空单就全部要撤了。反之，如果这里直接跌破，空方就继续加，空方就继续看空。这是对于 Meta 我们的一个看法。而下周周一的 Meta 的支撑和压力位，低点的支撑是 675.16， 而它的高点的压力是 688.72，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呢，昨天也算是比较强硬的一只个股，而 MSTR 目前不要随便的去看空。之前这个反弹高点遇到前方缺口有所压力，我们说可以去找一下空方的机会，但是它昨天这根 K 线有点特别了，因为它出现了一个下穿。前期这里出现上穿的时候是一个反弹高点，目前下行又出现下穿，它有机会成为一个回调的低点。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真的是低点，那么 Meta 当下大概率在走震荡，它才会出现在零轴附近徘徊的动作。所以这根 K 线的位置呢，开始出现低开高走了，当天就止跌了。那么你作为空方来讲，就要开始小心，开始撤退，因为这一天下穿了，下穿 K 线的低点不要被跌破，一旦被跌破，说明它要继续的往170去走。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开始建立空单，或者说打开短线空方的一个空间。在此之前，如果收盘突破它的高点，再次成为多方的买入信号，再次做多 MSTR。 所以这个个股呢，它是多方和空方也出现了关键的 K 线。接下来 MSTR 就以此去作为交易，当然如果有红绿灯的辅助，效果就会更好。我们看到它的低点，周一的时候关注376.745，而高点的压力呢，看到389.68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周如果在低点变盘之后出现绿灯，它就是买点，反之那么就还要小心。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呢，算是有一个买点的个股，前期这里出现了绿灯转红灯，是不是买点？买点之后到目前为止，不管是黑天鹅还是什么事件都没有影响它的绿灯，它还是保持绿灯。所以如果前期买进的，现在呢依旧还算是可以持有的。
但是阿哲呢，因为目前的市场处于适当调整概率还是蛮大的，所以做多方向可以拿，但是如果你想要重新的去开多单，就尽可能等待指数的一个方向选择。接下来呢，阿哲讲一些持股的条件。当前的上穿 K 线是这一天是不是上穿了？我们说上穿它可能是高点的变盘，那么它的高点就是压力，低点为支撑，是不是这2天虽然依旧保持上行，还有反包感觉很强势，但这个高点就还没有突破。没突破之前，对于 PL、TR 持有者，你看多的人，你就还是要小心一点，它这里的高点变盘随时会产生，而产生的一个要求就是收盘把这一根 K 线的低点给跌破，那个时候作为持股者就要小心，这是一个减仓信号。而除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之外，大部分的股价波动，我们认为它在蓄势，等待突破前面的高点。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周一的低点支撑是 135.375， 高点的压力是 142.015，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在107天均线上出现了一个支撑，那么跟特斯拉有点类似，它前期呢是对170没有有效突破的，那么没有有效突破，一旦打到它，是不是对于熊市当中来讲就是一个做空点，可以看一波下跌。现在呢对于170是产生了向上的突破，而后回落，对于170呢没有产生有效的破位，是低开高走，那么这个动作可以看好谷歌后续的发展，但是看好不代表现在可以做多，它呢在下调过程当中是没有产生红灯的，整体也算是扛跌的，我们最好等待一个绿灯的产生，这个位置再去重新的看涨，它的位置的价格还 OK，170临近有支撑，这里一旦启动，是不是可以有比较多的上涨空间？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临近下穿，下周如果震荡在170附近震荡，它就容易产生和苹果和我们的 MSTR 等个股有点相似的一个下穿的低点变盘，不过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可以说的是，做空者先不选谷歌，它呢还算是比较抗跌和强势的。目前从前期的红灯转绿灯之后一路向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红灯，像这种动作呢，说明这个下跌的力度是不太强的。前面这里也是的，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一直都没有红灯，有红灯的时候，你发现它止跌了，这说明前面的下跌都不强，到真正强的时候呢，它可能是砸盘。而现在这里也关注这一点，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 172.338， 高点的压力是 177.112， 关注这2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一只个股，接下来是微软。微软的股价走势，为什么阿哲在今天标记为红色的块呢？就因为它还是比较诱人的，价格的上涨离170偏远，类似于 MSTR、PLTR 等个股。而这种股价走势，其实阿哲一直等待它有一些做空点的成立。目前你会看到它出现了一个连续2个绿灯之后转为红灯，虽然红灯的下跌力度不强，但是它已经属于高位，有预警区域，而后它又产生了这种绿灯转红灯的看空点。最近的这一波上涨时，底下的资金一直在水下，所以是有所背离，有所不同步的。现在呢，它其实没有出现上穿，所以除非在下周出现上涨，它才有可能出现上穿。但是哪怕它涨，它上穿是不是容易是高点变盘？那如果它在这里不出现上涨，而是维持绿灯后的红灯的下跌，它这里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做空点，它有足够的空间，而你的止损可以放得比较小。除了170可以看到支撑之外，你可以看一下前面像这种位置的下穿 K 线，我们具体看一下，当时这里是这一天下穿。好，那么这一天为下穿的话，它这根 K 线的低点就是支撑，所以你除了看170的空间，也可以看一下这一个空间，这是2个空间位。我们同时也可以看一下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这一天的低点是不是也是的？所以这一波股价下跌可以看到3个目标位，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它的低点以及170的这根均线的支撑。当然前提就是它这一个位置的绿灯转红灯下跌力度要开始爆发，而不是震荡。在绿灯之后是否会立马转红灯，是要关注的一个关键点。像前期股价在这里就是出现了红灯，而后立马转绿灯，而后再转为红灯，这种变盘之后是看涨的。我们要的就是尽可能保持红灯，不要呢有所中断。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预测值，
低点的支撑是 470.065， 高点的压力是 477.07， 关注这两个价格，最好是重心下移，更好的是跌破预测低点，再次产生红灯。而你的止损就是不要出现绿灯，一旦出现，这里应该撤退。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在前面的复线之后呢，出现了下跌，但下跌的力度或者说整体还是比较扛跌的，它呢都是低开高走的 K 线，而你会看到的是它底下的 BVD 这一天下穿了，前面上穿的 K 线在这里，所以这个位置就构成了一个低点支撑，而低点支撑之下出现了下穿低点变盘，那么亚马逊不能作为看空的股票，或者说尽可能不找做空点，因为它的底下空间本来也不大。那么这里有支撑的情况下，在没有跌破这一根低点变盘的 K 线之前，我们不要随便的去看空。而因为它跌破之后又离170很近，所以做空者做空亚马逊，它的一个利润或者说它整体的空间离得太近了，没有太多意义，还不如等它跌破170，或者说等它一个止跌反包重新看涨。所以目前的亚马逊中立观望是比较好的，而不是以看空的角度去寻找它的一个机会和风险。低点的支撑是 208.645， 高点的压力是 213.07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也是离170有一定距离，然后出现了红灯，红灯 K 线呢是一根阳线，阳线的红灯呢就不算是特别强势的一个看空信号，而且昨天也不是绿灯，所以台积电呢整体看一个回调吧，它的空方机会有是有，但是还不强。对于前面的缺口回补之后呢是产生了支撑的，所以台积电还是强势个股，强势个股就跟 PLTR 一样尽可能不要随便做空，除非有特别明确的信号。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支撑点位，看到周一的价格低点支撑是 208.32， 高点的压力是 212.18， 如果下周一直接是绿灯，那么就是构成红灯转绿灯的买点，就跟前面的红灯转绿灯是一样的。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现在我们看到 SMCI 呢，有同学也去做空了相对来讲也有一点利润，但这个利润空间呢其实还不大，因为它整体还是在这个前面的运线范围之内在运动，它这波反弹到运线的上方，而后出现了回落，当前接近运线下方出现了长长下影线，这个地方呢是没有资金的变盘点的，整体就以这一个运线来看，最好的方向选择要么就是阳线突破我们看涨，要么是阴线跌破我们看跌，当前它一直在这里去震荡，所以方向还不明确，你只能做个简单的高抛低吸，仅此而已。我们看一下下周周一的支撑和压力，低点支撑 40.29， 高点压力 42.015， 关注这两个价格。在跌破大 K 线的低点之前呢，以高抛低吸来看待 SMCI， 注意底下的支撑。最后我们看到 AMD 呢，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到它的机会是波段的，因为它突破了左边的阴线的高量，而后又突破170，产生了2天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突破170的第一天第二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关键 K 线，如果这根 K 线能够被反包突破，其实就有波段机会的产生，但可惜的是呢，因为消息面的影响，整体出现了回落，回落时把这根 K 线给跌破了，170还在往下走，所以这个地方它肯定不能作为波段看多的买点了，这里它不构成买点，除非在后续出现再次的向上把这根 K 线给突破，但在此之前它这里反而要注意它的空方信号，因为170还是没有突破，没有突破的170则有可能构成超跌反弹之后的熊市高点做空阶段，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关注了。 AMD 比较中性，目前下跌的力度不强，但整体的位置属于熊市高位。我们看到底下的下穿 K 线是不是就是这一天的10日星下穿 K 线加上止跌 K 线，那么这个地方关注它的一个超跌买点，就是低点要有支撑，如果这里低点被跌破了，就构成熊市的明确的看空点了，这个地方的 K 线要被突破继续的看能不能够去有效突破170。我们再关注一下下周的预测点位，高点的压力是 117.022，
低点的支撑是 114.198，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6月1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可能进入适量调整，如果真是适量调整，那么不要轻易再去盲目的抄底看多，等待明确信号再做选择可能会更好，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